当全世界都充斥着 AI 带来的机会和便利的时候，你有没有担心过，如果哪一天你的工作被 AI 替代了，你失业了，那你的资产配置方式能不能够经得住考验呢？你的硬基金能不能够让你安稳地度过失业期？你的某只股票是不是持有太多？你的负债和资产有没有失衡？这些都是测试家庭资产的重要指标。接下来呢，我们就逐一探讨一下。对于家庭来说，失业带来的最大风险其实不是股市崩盘，而是你的高收入突然间停止了。那没有了每个月的工资进账，维持生活的现金流不是说断就断了吗？那要怎么测试自己的失业风险呢？其实就是看你有多少个月的现金流储备。具体计算方式呢是安全月数等于现金加上短期资产加起来除以每个月的必要支出。如果逐一拆解的话，现金就不用多说了吧。就每个月的必要支出而言，那根据我们家自己的经验，因为我们家今年也是从双码农家庭变成了单收入家庭，那我强烈建议大家呢，至少要对自己一个月花多少钱心里有数。如果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算起呢，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计算月支出的视频。那不要觉得自己现在收入还可以，就可以忽略。那说实话，以前我们是双码农家庭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算过这些。当时就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想着无论如何我们赚的肯定比花的多吧。但是在现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候，谁又能说得准呢？或者即使是没有 AI 浪潮的话，那也有工作倦怠的时候，谁又能够保证自己一直不间断的工作到退休呢？那如果哪一天2份收入突然间变成了1份，或者是双双失业，那你还要不要继续坚持自己原来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呢？说不定自己哪天成了月光族了都不知道。甚至如果是哪一天现金流断掉的话，还要卖股票生活。其实也不是说卖股票一定不好，但是如果恰好遇到股市不是很好的时候，还要被迫低价卖，就不是很好了。而且要注意的是，这公式里面强调的是必要支出，而不是全部的消费。那如果到时候真的有现金流压力的话，像什么旅游、餐馆之类的非必要支出就可以酌情省掉了嘛。那最后公式里提到的短期资产又是什么呢？很明显它就不是现金嘛，但是是可以在几天之内变成现金，而且不会因为市场的下跌而大幅亏损的资产。那比如说短期3个月或者是6个月的国债啊，或者是 high yield savings account， 就是高收入储蓄账户都算。所以保留应急金也不是非得是现金，放在短期资产里面还是可以赚点利息呢。接下来知道了计算方式，那具体要预留多少个月的应急金才好呢？那首先说一下，这个也是没有一个严格的数学证明的，但是有很多来自不同方面的支持，比如说消费金融啊、注册理财规划师的实践经验，还有风险管理之类的。那一共有3种说法。第一就是对于普通家庭，一般建议是3到6个月，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常常听到的。像注册理财规划师，还有大券商 Fidelity、Vanguard、Charles Schwab 之类的，都是这么推崇的。那因为统计上呢，大多数短期失业啊，或者是生病等突发事件，都可以在3到6个月得到缓解。第二种就是高收入但是行业波动的家庭，就建议说是6个月到12个月。那就现在来看的话，科技行业就明显的属于高收入但是行业波动的范畴，这个也是属于近些年越来越多的财富管理机构建议的高收入家庭要采用的。因为呢，失业时间变长了，而且美国劳工统计局 BLS 也会长期的发布一些失业持续时间的数据。历史上在经济正常时候，很多人在2到4个月就会重新找到工作，但是在经济衰退时期，比如说像08年的经济危机，还有2020年，那许多专业人士呢就需要半年甚至是1年才能够找到新的工作。那如果收入很高呢，就意味着固定支出很可能就会很高，所以就建议说是6到12个月。第3种呢，就是对于单收入家庭就要更多一点，建议是12个月到24个月才会更加稳妥一些。接下来到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单一股票是不是占比太多。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科技大厂员工最常见的情况，经常就是持有自己所在公司的股票很多。这个主要是和薪资结构有关系的，因为很多人的薪资总包股票占比是很高的，而且好多人又是在同一家公司一待就是待好多年。那自己公司的股票呢，又不是说卖就能卖，每年呢只开放4个交易窗口，而且感觉大多数交易窗口开的时候呢，股价又都很一般，所以好多人就倾向于说等一等。那这么一来呢，一次又一次后腿的公司股票就越来越多了。那我也好奇地问了一下，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说是大多数的上市公司的交易窗口都是在财报发布之后，而财报后的波动是最大的。除此之外呢，其实更多的是心理偏差。那如果你持有一家公司股票很多的时候，那就相当于是把大部分的赌注都压在了上面。这个时候就很考验你对于这一家公司的信心了。我以前在 Meta 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同事因为 Meta 股价大涨而欢呼啊，有的时候又因为大跌而唉声叹气。这个其实听起来可以很表面，但是实际上却是账户上的资产严重的膨胀或者是缩水，这个其实是很考验个人心理的。那对于单一股票占投资组合的合理比例应该是多少？以下是很多机构提出来的经验线，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最后我还想说一个指标，就是资产负债率。它的核心呢，就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资产是不是和你的负债还有收入能力是相互匹配的。而且其实负债率呢也是有好几种算法的，但是我们这里说的是财富管理领域里面最喜欢看的Debt to Asset， 公式就是负债率等于总的负债除以总资产。那例如你的房子现在市值是150万，然后你拥有100万的股票，还拥有20万的现金，那么你的总资产就是3个相加就是270万。但是你有70万的房屋贷款，所以你的总的负债就是70万，这样算下来你的净资产是200万。那负债率就是70万除以270万等于 26%。 那至于负债率最好是多少，其实也是没有哪篇论文说几最合适，但是也是有一些财富管理的经验区间可以参考一下。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我是龙龙，我们下期再见。